大家好，歡迎收睇今集嘅日常不尋常。我係遮地頻道嘅阿威。喺新聞入邊，我哋時不時會聽到龐氏騙局呢一個詞彙。呢一個呢係一個金融嘅詐騙手法，歷史呢非常之悠久啦，而且呢至今仍然有好多人受害，甚至呢規模係越嚟越大。佢嘅核心原理就係後金補前金，用新投資人嘅錢支付舊投資人嘅利息，製造出呢穩定獲利嘅假象。只要呢資金不斷咁流入嘅話，呢一個系統呢就能夠永遠咁運轉噶啦。但係一旦冇新嘅錢進入嘅話，就會大量嘅投資人同時呢要求要提款，呢個騙局呢就會瞬間崩潰。英文呢有一句俚語叫做 too good to be true， 意思呢就係好到難以置信。呢個呢正正係龐氏騙局嘅寫照。而歷史最悠長嘅案例就係發生喺1869年至1872年期間，發生嘅地方係德國巴伐利亞，由一個叫阿黛爾嘅女人策劃。阿黛爾出生喺柏林嘅一個演藝家庭，佢嘅父母都係一個演員同埋歌手。年輕嘅時候呢，佢活躍喺劇院同埋歌唱嘅舞台，但係事業漸漸走下坡，生活陷入咗困難。喺1869年，佢搬到去慕尼黑，開設咗一間私人嘅銀行，專門向社會嘅低層一啲小額嘅儲戶，例如農民、女僕同埋工匠，收取一啲嘅存款，承諾每一個月會有高達8% 嘅利息，而且一次會俾2個月嘅利息作為理由。佢刻意營造自己係好虔誠、好慈善嘅形象。經常喺媒體上邊以聖女嘅姿態出現，甚至被報紙稱為聖克里斯皮娜。而呢一個稱號並唔係隨便咁改嘅。聖克里斯皮娜係3世紀末至4世紀初一個基督教殉道嘅聖人，因為拒絕向羅馬諸神獻祭而被斬首。佢象徵住堅貞、虔誠同埋犧牲。媒體將阿黛爾比作聖克里斯皮娜，正正係因為佢營造咗一種聖潔同埋值得信任嘅形象，令到大眾都相信將錢交俾佢係安全嘅，甚至喺道德上係一個正確嘅選擇。但係實際上佢就冇將錢作為真正嘅投資項目，所有嘅利息都係新存款支付俾舊存款。呢個正係後嚟被稱為龐氏騙局嘅模式。佢嘅銀行短短幾年就吸引咗32000名存戶，累積嘅存款達到3800萬嘅古爾登，換算為今日嘅價值就大概係4億歐元。喺當時，佢甚至被稱為巴伐利亞最富有嘅女人。佢嘅成功部分係嚟自當時嘅社會背景，普法戰爭啱啱結束，德國進入咗創業嘅時代，金融嘅管制比較鬆散。巴伐利亞啱啱廢除咗高利貸法，民眾對高回報嘅誘惑幾乎係毫無抗拒力。佢嘅銀行成為咗窮人心目中嘅救世主，但係佢本人就攞住呢啲錢過住一啲奢華嘅生活。直到1872年，當地嘅報紙同埋外國嘅外交官開始質疑佢嘅生意模式，政府介入調查，發現佢嘅資金來源完全係依賴新嘅存款。由於當時並冇針對呢一種嘅模式明確嘅法律，佢最後只係判咗會計不善同埋挪用資金呢個罪名，入獄咗3年。銀行倒閉咗之後，數以千計嘅存戶血本無歸，民眾就因為投資失利，好多都睇唔開，了結咗自己嘅生命。阿黛爾出獄之後佢嘗試重返舞台，甚至企圖喺其他嘅城市開設新嘅銀行，但因為前車可鑑嘅關係，都俾警方阻止咗。晚年佢依靠朋友嘅接濟同埋喺民間演唱為生，直到1895年喺慕尼黑因為心臟病而去世。呢個就喺國際金融史上邊最早一個龐氏騙局嘅案例，但係佢並冇將呢種騙局畫上句號。事實上，頭先嘅事件只係一個序章。因為喺20世紀初，一位嚟自意大利嘅移民將呢種嘅模式推向全美國，
並令到佢呢永遠刻喺金融史上邊嘅黑名單上邊。多謝大家睇我哋嘅節目。如果你係第一次睇我哋係以不同嘅角度去分析究竟日常發生嘅事係尋唔尋常。歡迎你同我哋一齊做一個社會實驗。記得訂閱我哋頻道，撳埋個鐘仔，下次就可以通知你最新嘅節目。首先，我哋要介紹今集嘅主角查爾斯·龐茲。佢喺經歷多次嘅失敗同埋入獄之後，返到波士頓咧，諗住重新過去嘅生活。佢開設咗一間小型嘅廣告公司，試圖咧接廣告為生。但係某一日咧，佢收到一封嚟自西班牙嘅信件，裏邊咧附帶一張國際嘅回郵券。呢一種嘅回郵券係由萬國郵政聯盟發行跨國郵資兌換憑券設計嘅，目的係俾寄信嘅人可以喺信入邊附上一張嘅券，收信嘅人就可以喺自己所在嘅國家嘅郵局免費兌換寄翻嚟嘅國際信件所需嘅最低郵費嘅郵票。咁樣寄信人呢就唔使寄外國嘅郵票或者現金俾對方啦，亦都咧免除咗收信人呢自己要支付郵寄差額嘅麻煩啦。由於當時嘅成員國嘅郵政售價呢並唔一致，因為匯率、物價或者係打仗之後嘅通脹嘅影響，差價呢係相當之可觀嘅。龐茲呢敏銳咁注意到呢一點，喺西班牙呢購買咗一張嘅國際回郵券嘅價格，只係等於美國嘅1/6，佢就立即構思咗一個跨國套利嘅計劃，喺西班牙大量買入呢一種便宜嘅回郵券，寄翻去美國兌換成當地嘅郵票，再將郵票呢套現換取成現金。呢一個呢聽起嚟係包生仔必賺嘅生意，用低價錢嘅回郵券換嚟高價嘅郵票，而中間嘅差額呢就係個利潤啦。但係呢個計劃呢有一個致命嘅缺陷嘅，跨國運送呢啲回郵券嘅成本比佢嘅價格差呢係仲要高嘅，根本呢個計劃呢係實行唔到嘅。更何況要達到佢後嚟承諾嘅高回報，需要嘅回郵券嘅數量遠遠超過全球嘅流通率。但係龐茲並冇因此而放棄，佢決定將呢一個嘅概念包裝成一個睇嚟好似好完美嘅投資項目。佢對外宣稱自己掌握咗獨家嘅渠道，並且承諾喺45日入邊就會獲得50% 嘅回報，即係話90日你就會翻盤嘅啦。呢個條件係當時銀行嘅利率嘅環境之下幾乎係天方夜譚。就因為咁，龐茲嘅計劃就吸引咗第一批嘅投資人。冇人會估到呢個睇嚟好似好聰明嘅跨國郵票套利嘅計劃，好快就演變成咗一個全美國矚目嘅金融騙局啦。龐茲嘅國際回郵券投資計劃故事一經包裝之後，就成為一個非常吸引嘅利誘，迅速吸引咗第一批嘅投資人。當時嘅銀行利率唔超過5%，而佢開出嘅條件係45日50% 嘅回報，90日就會翻盤。呢一個係戰爭之後經濟復甦嘅氛圍下，簡直係財富自由嘅捷徑。大眾唔單止願意投入資金，仲主動幫佢宣傳，因為早期嘅投資者真係得到利息，甚至有人將利息再次投資，錢滾錢。喺1919年，佢成立咗證券交易公司，開始大規模咁吸金，但係短短半年，投資嘅金額就由最初1800美元暴增至250萬美元，資金仲不斷咁流入，佢更加要聘用員工去專門收錢、記賬、安排付款。投資人唔單止再係一啲嘅小額嘅儲戶，仲包括一啲嘅富豪、商人，甚至波士頓3/4嘅警察。龐茲嘅名字喺街頭巷尾傳開去成為咗金融界嘅一個明日之星。隨住資金繼續膨脹，佢開始過住一啲嘅奢華生活，購買豪宅同埋名車，並且將目光投向位於波士頓嘅漢諾威順樂銀行。龐茲明白，擁有一間銀行嘅控股權唔單止令到佢更方便調動資金，
仲能夠令到佢嘅計劃更加容易合法化，同埋有更加多嘅可信度，令到人相信佢係一個正規嘅金融家。佢利用住手上巨額嘅資金收購股份，最終呢成功得到控股權，成為咗銀行嘅董事長同埋總裁。幾年前佢仲係一個坐過監嘅移民，而家竟然成為咗一個銀行嘅老闆，轟動咗整個波士頓嘅金融界。但係呢一次嘅收購呢，並冇帶嚟佢嘅長久嘅安全感。隨住媒體同埋檢察官嘅調查進一步展開，銀行嘅資金狀況亦都受到波及。當投資人恐慌性提款嘅時候，康諾威信託銀行嘅資金好快咧就被抽乾啦。最後喺1920年嘅8月，被政府下令關閉，龐茲嘅控股權亦隨之化為烏有。就喺呢個時候，波士頓郵報咧開始對佢呢一個嘅投資計劃產生咗懷疑，並且開始進行調查。冇人知道呢一場嘅投資盛宴即將咧迎來佢嘅轉折點，而且呢場風波嚟得好快好急。就喺龐茲成為咗金融界嘅新星寶座嘅時候，波士頓郵報開始對佢嘅計劃產生咗懷疑。呢一間報社收到唔少匿名嘅線報，指佢國際回郵券嘅套現方法咧，根本冇可能咧支撐到咁高嘅回報。於是咧，佢哋派出財經嘅記者克拉倫斯展開咗深入嘅調查。克拉倫斯咧仔細計算咗，得到一個驚人嘅結論。要達成龐茲對投資人嘅承諾，佢必須咧買入16億張嘅國際回郵券，但係根本就冇可能嘅，因為全球嘅流通量只有2.7萬張。美國郵政總局咧都證實咗，根本咧就冇咁大量嘅交易記錄，咁意味住龐茲嘅投資帝國完完全全係一個空中嘅樓閣。直到當年嘅7月，波士頓嘅郵報連續刊登專題嘅報道，揭露咗佢嘅模式同埋財務嘅漏洞。消息一出，投資人呢都恐慌蔓延，甚至有幾千人去到佢嘅公司要求退款。龐茲試圖用公關嘅手段挽回局面，佢聘用咗一啲專業嘅公關，對外宣稱自己有更好嘅賺錢計劃，並喺現場派發咗一啲嘅三文治同埋咖啡，並退款俾一部分嘅人，營造出財政係冇問題呢一個形象。但係呢一場嘅心理戰冇持續太耐，檢察官介入，要求佢停止接收新嘅客戶，並需要檢查佢公司嘅賬戶。而檢查嘅結果顯示，佢爭咗700萬美元嘅債務，而其中嘅原因因為康諾威信託銀行資金被大量嘅提走，甚至係透支，導致銀行要關閉。龐茲失去咗銀行嘅控股權，亦都失去咗最後嘅資金防線。1920年8月12號，龐茲被逮捕，面臨86項嘅欺詐罪指控。短短嘅8個月，佢呃咗1500萬美元，折合今日大概係2.3億美元。最終佢需要服刑5年。就因為咁，佢嘅騙局正式宣告終結。波士頓嘅街頭唔再有笑容自信、承諾財富自由嘅男人。但係龐氏騙局並冇因為佢嘅入獄而消失咗。幾十年之後，佢係以不同嘅包裝、不同嘅主角，再次出現喺世界嘅舞台上邊。而下一次規模係會遠遠超過今次龐茲嘅想象。龐茲嘅入獄並冇終結呢一種嘅騙局。幾十年之後，佢換成新嘅包裝，披住更專業、更高端嘅形象，出現喺世界舞台上邊。而呢一次規模遠遠超過龐茲嘅騙局。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嘅時間，一個名震撼咗整個嘅華爾街，帕利馬多夫。佢曾經係納斯達克交易所嘅主席，喺外界人眼中金融嘅權威，並喺多年之後揭發操縱住史上最大規模嘅龐氏騙局。涉案嘅金額有幾巨大，受害者嘅數目有幾多，令到全球都嘩然。
馬多夫騙案嘅震撼，唔單止係金額，而係證明咗龐氏騙局咧可以滲透喺金融體系嘅核心，甚至呃到最專業嘅投資機構。佢唔需要一個華麗嘅故事背景，只係需要一個睇起嚟好似信得過嘅人物，同埋一個穩定回報嘅承諾，就令到人哋放下戒心。我哋下一集就會走入呢一個史上最大嘅金融詐騙深淵，揭開佢犯案嘅真相。如果你中意今集嘅節目，不妨俾個 like， 分享出去，訂閱埋我哋嘅頻道，撳埋個鐘仔，一有最新嘅內容呢，就可以即刻通知你噶啦。仲可以 follow 埋我哋其他嘅社交平台，包括係 Facebook、IG 同埋 Threads，嗰度呢有額外嘅資訊可以提供俾你嘅。我係啫喱頻道嘅阿威，我哋下集再一齊睇下呢個日常有幾多唔尋常嘅事啊！